全改造，笨！我让你们搭个景，又不让你们生个孩子了。每次搭一下2小时怎么样？我怎么跟老板讲？你来吧，你来。朋友们，搭景对我们来说其实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们一天的工作当中，可能上午需要一个居家的场景，下午就需要一个科技的场景。而我们只有你身后看到这个地方可以布置，于是，一天当中有很大的一部分工作量就花在了拆景和搭景之间。搞成这个样子，有什么办法？还要时间的吗？为了提升工作效率，我们申请了5万块钱的预算，来搭一个有科技感的景。现在还不知道怎么花这个钱，能让身后的这2个景同时存在，而且互不干扰，怎么办呢？是因为他们一直问我找不到了，就问5R立体仓。那个评测线有没有电源线，有没有 HDMI 线，所以说我就留着，他们一直在用。不是电源线是电源线，电源是电源。看到因为评测间太乱而被骂的海丽，我突然意识到，也许她的评测室能成为我们科技感背景的Plan B。于是，在进行友好的交流非常友好啊，我们有幸参观到了曾经只属于海丽一个人的评测室。哇，你住这了？哇，这乱的我心难受，我都。看我坐在这多好，这么坐着。这个最近天气不是比较冷嘛，我擤鼻涕不是很正常吗？拿了个纸头。记住这把锤子，一会儿要考的。哎，这下面垫着什么东西？全国的富婆通讯录。对啊，学人际交流啊，多学一门好啊！你看到没有？都翻烂了。你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评测室。牛逼吧？3080 钛，1万多，1万多你就这么裸在外面？方便呀，这么一堆显卡、散热器，这么就这样摆在这儿，一拿就拿，这不方便吗 ？SSD 吧，你就这样放在地上啊？嘿，我操！到底这地方是我来工作，还是你来工作？有你这么说的吧？为什么会这样会让你舒服？我随手一拿方便。你找，你拿了，你藏在哪？这好像还真的不好找。所以我能不能理解，其实乱找不着就是你的痛苦？我靠，朋友们，真的不能乱，这变成我的痛点了。这，哎，这把你这全改造，笨，掏空。没威胁你吧？没有，是自愿的吧？是，没意见吧？那还有啥意见啊？那要不开整呗？就这样，我们决定把评测间作为我们视频拍摄科技背景的改造对象。首先，我们基于这个15平米的房间做了一个大概的3维模型图。因为空间不够大，所以先把这个超大的桌子搬出去。考虑收纳需求，我们把一整面墙都铺上洞洞板。为了尽量保持整齐，我们选用靠墙的 L 型窄桌板，物件可以一字排开。为了尽量拉开纵深，我们打算利用房间里最长的对角线来进行拍摄。当然，这些都是最好的设想，但在过程中还是有很多麻烦在等着我们。不过你已经看了这个视频了。那说明我们应该都解决了。3年，懂吗？哎，别喝了，有个痛点你能不能给我搞定啊？什么？就是我有个保密措施，最近在搞嘛，就是但是那玩意儿带不回家，你看看有什么办法让我在家里也能开搞啊？我懂了，你要在家里加班。哎，安排聪明。不过除了大佬要求的这个在家加班的问题，我们遇到的第一个主要问题还是洞洞板挂不上去。这3面墙都是中空的，空墙上不了洞洞板。这其实也是我们之前买了洞洞板但一直没挂上去的原因。但这次我们有5万啊！我大手一挥，请装修队。然后他们就装上去了。装修队的师傅不仅帮我们装了1墙洞洞板，还教了我们一个新名词——龙骨。就是说，这样的墙虽然它是中空的，但是它依然有龙骨。装修师傅来了之后，他就在这里打孔，钻几个洞进去，最后试出来了。哦，是这儿，龙骨就是在这个位置，所以他顺着往上，他就在这个地方找准了孔，然后把这个木板镶嵌进去，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洞洞板就装到这个木板上。所以现在我们就用了这种曲线救国的方式，洞洞板装上了。
虽然组装的不是很熟练，中间也出了大大小小的问题，比如将近5万块的设备，清点搬运起来都很复杂。之前洞洞板买少了，剩下4块我得自己装。为什么会少买4块啊？要装，钉子又没有，得我自己出去买。啊！我们要那种尖头的。但这些问题大多都顺利解决了。整活。直到我们发现影视飓风的设备树系统用不了，因为你看我们这个顶啊，如果顶的话，顶上去了。然后如果说要把这个顶拆掉的话，这灯啊、走线啊要得重新弄。直到我们发现天地支架还有另外一种规格，就是海螺兰灯架。海螺兰灯架不需要顶天，只需要立地，不但可以实现天地支架的所有功能，而且还是可移动的，只是要贵400块钱。不就是钱吗？400块钱，直接开整。这一整个房间几乎都是影视飓风的设备。特别感谢影视飓风的老哥给我们寄来这些设备。你不要脸。忙了一天，装了机箱设备树，我天，这地方好乱啊。那也不跟各位废话了，那我们直接就各位觉得怎么样？终于，我们很顺利的、磕磕绊绊的改造完成了。好小伙子，干得好！好，鼓掌。鼓掌。所有人喜气洋洋。大家辛苦了啊，不辛苦，不辛苦。那看看啊！好。怎么样？先说说第一感觉。给我的感觉就是整洁了许多啊。对，整洁的第一步是什么？这一排桌子，这个 L 型的桌子，没错，它的面积跟你原来那个大桌子是一样的，但是功能却多了很多。这儿明显是一个工作区，给你弄了一排氛围灯，这个氛围灯是可以改变颜色的，看到吗？酷不酷？当然了，为什么这个灯只到了这个位置呢？当然不是因为我们那个灯买少了1米，我们是为了给你划分出你的工作空间和测试空间。这儿你可以测试，在这个地方放你的评测的东西，对，一字排开过去，非常的整洁。因为我相信你绝对不是一个凌乱的人，只是那样的大桌子的环境给了你凌乱的土壤，所以现在你一定可以在这儿办公办得更好，挺好。我们再看看你的设备吧，这就要专门提到给我们大佬选购的开放式机箱。这个开放式机箱特别拉胯。本来我们的初衷呢，是因为大佬本来的机箱即使不是开放式的，它也一直敞开着用，那不然索性就给它一个开放式的。但是它这个开放式机箱呢，几个缺点，首先全开放的，这个防尘防水上肯定有疏漏，你要是弄倒一瓶水，可能这几万块钱就非常危险。它整个理线也非常非常乱，我们已经尽量去理这个线了，但是还是很乱。大家有没有什么理线的好方法，可以在公屏上打一下，好吗？这跟破玩意儿还不如我那鞋盒呢。最离谱的是价格，这种最离谱的价格1800，哎呦，你们可真沉了。大佬，这个可能稍微有一丢丢的拉胯，但是我们接下来给你介绍的东西绝对让你欲罢不能。当当当当，看到吗？这是一个抽屉，里边想放什么放什么，你小东西再也不用随便往桌上一堆了，你直接放进去，抽屉一合，
非常整洁，而且这个洞洞板上你也看到，我们也给你买了很多洞洞板配件。我最喜欢的配件，我先给你介绍，就是这个透明的小盒子。这个盒子最厉害的一点是，你从外面你可以看到这个里面你装了什么东西，它拿也非常方便，一抽一插，你看，包括工具用完之后，你直接顺手就放过来了，也很顺手的。针对我们大佬的特殊需求呢，你要在家里加班，我也找到了一个方案，有啥呀？让你在家里加班，就是这个。对，这个方案非常简单，什么公网 IP 域名都不需要，也不用修改公司网络配置，让这个支持 4G 上网的 X44 路由器搭配软件访问端组网。最重要的是，这个配置非常简单，你只要鼠标点2下就可以了。而且啊，如果我们以后牛逼了，有分公司了，再加个千兆网口的蒲公英 X3A， 分公司也能远程访问这里，厉害吧？所以你看，这个又能保护公司机密，对，又能让你在家里也能加班。然后我们再往后看，之前你有3个柜子，现在呢，我们就给你留下了1个，是因为现在你只需要这1个，不需要的东西你都直接进仓库。OK， 然后你自己的东西呢，往这儿放就可以了。你一定要记得，这是你的评测室，不是你的库房啊。当然了，考虑到你人际交往的需求，我们也保留了你的最爱的通讯录。那个你们多少人？哪个 KTV 我包了啊？今天大佬请客，好不好？给我们引荐富婆，慢慢来，慢慢来。朋友们，说完了海力的评测用途，我们也来说说我们在这儿拍视频的体验。首先呢，就是影视飓风的老哥借来的设备数，是买的，别要点脸啊，是买的，也是影视飓风寄来的呀。这个设备数真的是小空间拍摄的福音，拓展性能太强了，一根杆子可以承载2个灯，然后1个相机，1个录机。之后我们可能还会再加辅机类啊、提词器、监视器之类的。你要想象一下，这么小的空间，你要是放7个三脚架、灯架，得乱成什么样，对不对？而且我们发现这个海螺蓝灯架的版本比天地之下那个版本更牛逼，它的顶上不需要顶天，还有个横杆，弯过来的话就可以直接作为我们的俯拍视角。底下呢是3个轮子，这样我们想拍桌面的俯拍视角，直接推过来就行了。你别看树上还有几根线，显得有那么一丢丢的凌乱，但是底下只输出1根线连接这个插座，需要移动的时候一拔直接就能走。可能你会觉得就这是值5万吗？其实啊，我们5万的预算有一大半都花在这棵树上了。看这是什么？索尼50毫米 f1.2 G Master， 价值16000人民币。也是因为房间小，拉不开这个纵深，所以只能在镜头上下点功夫了。来，跟我们现有的镜头对比一下效果。各位也可以注意一下我背后的这个背景的景深变化。这是索尼24105 f4 在50毫米焦段的拍摄效果，这是腾龙2875 f2.8 在50毫米焦段的拍摄效果，这是索尼50毫米 f1.2 G 大师的拍摄效果。怎么样？大光圈确实可以提供非常虚化的景深。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后面，基本上我们的布置都摆弄了。所以尽管有这么大的光圈，但是我们可能平时不会用的，我们可能最多就用到 f2 啊，这样不但能看到些许桌面布置的样子，收了3档光圈之后，也能让画质达到一个更好的水平。接下来就是这个音频录机了，这个据说就是音频领域的 Red 这个我们之前试了一下，效果实在是太惊艳了。因为我们知道普通的麦克风直接接在机身上是有比较明显的底噪的，你听。但是我们用上这个录机之后，所以这8000块钱花的还是挺值。还有这2盏爱图仕的 200X。X 比起 D 款的升级呢，就是它有了可调色温，这样的我们在前期拍摄的时候也会有更大的创作空间。还有这个小灯是蓝光60加上19度的成像镜头，通过换不同的这个滤片，就能在墙上打出不同的光影。这也是我们一直以来特别梦寐以求的方案，终于可以抛弃我们之前那破纸盒子了。虽然现在也不是特别会用吧。具体的改造清单在这里，大家可以看看我们有没有花什么冤枉钱。对于我们来说啊，这个地方现在真的完美的解决了我们所有的痛点。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也许不是这个房间的终极方案。比如说，我们一直在纠结，到底要不要刷墙，
要不要把后面这洞洞板喷成黑色，这样可能会更有科技感一些。大家可以说说大家的想法，打在弹幕上。所以这也不会是热点科技唯一的一期画质改造。如果你喜欢这种类型的视频，一定别忘了关注我们。最后，作为一个视频创作者，最近这几天每次经过这个房间，我都忍不住多看2眼，就好像是自己的孩子一样所以我也特别希望能把这一份喜悦传递给你。我是大飞，我们下次再见。这个手势为什么是跟你说一样的？我们下次见。为什么跟毕导一样？我们下次再见。没有人这样吧，是吧？再见。这空旷的歌场，我甚至可以在这里跳芭蕾，对不对？1、2、3。爱的魔力转圈圈，这是我们公司最贵的圣诞树。给海蒂的圣诞礼物。Merry Christmas。I'm Peppa Pig. This is my little. 我操，有个东西让我要让我弄。我平常昨天周五你咋不说怎么今天周六跟我说？你搞笑吧？你说老板特要，说弄不好我们都别想过年了，是吧？好，我跟你搞。狗日的上司，我可是我见一次打一次，得亏我提前装了蒲公英，嘿，我还是真是聪明，不然就凉了。